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多散步对血管好吗？建议50岁以后坚持做这5件事，或比运动好。随着人体的衰老，身体各功能逐渐的衰退，体质下降，如今各种的慢性疾病高发，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更是逐年的上涨。根据最新版的中国心脑血管报告发布来看，心脑血管的死亡率仍居首位，尤其是在50岁以上的人群尤为明显。然而，研究证实80%的心血管疾病是可以预防的。散步在中后期很流行，有人曾说，每天多走2000步，相当于散步20分钟，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降低了8%。这是真的吗？散步对血管有什么好处呢？一、坚持散步的好处有哪些呢？坚持散步时所消耗的热量竟然比慢跑要多得多。散步时所消耗的热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脂肪的，而散步所消耗的热量，有科学家研究发现，散步可以增回路运作，使人们的脑袋变得灵光起来。一、增强心血管的机能。经常的散步有助于调节整个血液循环系统以及呼吸系统的功能，防止肌肉萎缩，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。人们在散步时下去要真实体重时，大腿、小腿以及臀部肌肉以及骨骼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，改善睡眠。吃完晚饭以后适当的进行散步，会对改善睡眠带来一定的帮助。散步是非常常见的有氧运动，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帮助增加往前的慢波、睡眠以及深度睡眠。二、经常散步对血管好。坚持散步可以帮助强健身体，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延长寿命的效果。散步是所有人都可以进行的一项运动，并且有相关的研究发现，散步对健康长寿好坏与散步的时间、地点、形式无关，和散步的步数有着非常大的关系。三、减少中风。经常散步能够给血管健康带来好处，可以帮助降低血压水平，也有助于减少中风风险。四、预防老年痴呆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称，人们只需要每周有规律的散步3次，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。可能与散步可以增加脑血流量，从而降低与记忆障碍发生有关。至于每天步行多少步合适，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但是一些的研究发现，每天步行7000步左右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自己的膝盖本身就有问题，可以适当的减少散步的步数。如果感觉劳累了，也不一定要非要步行到7000步，只要第2天不感觉到劳累，没有什么不适感就可以了。有一些朋友认为散步的步数越多越好，其实这个观点本身就是有点问题的。如果经常的走太多的步数，那就可能会加速半月板的磨损，而造成了半月板的损伤。时间久了，走路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。二、50岁后能够坚持做这5件事，那养生的效果可能会比你坚持散步运动还要好。保持良好的生活态度。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，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尤其是不良情绪。为了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，我们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，积极的面对生活，摆脱不良的情绪。长期心情不好，不仅会降低人体的整体的气质，还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如果身体素质差，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消除不良的情绪，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比走路的影响更明显。二、要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绪。根据实验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如果人长期的处在不良的情绪下，更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压抑的情绪会降低消化能力，使神经中枢受到了刺激，血管变得更加的脆弱，失去了弹性，引起堵塞以及破裂状况。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活态度，
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绪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促进内分泌激素稳定，加强血液循环以及新陈代谢的机率，维持生命特征以及细胞活性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减缓细胞衰老的速度。3. 坚持每天泡脚。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法，脚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，在脚底有许多的穴位和经络，中医经常用按摩脚底的穴位来帮助人们调节身体，恢复健康。如果你养成每天泡脚的好习惯，对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也是很有帮助的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水温应尽可能的控制在35到42摄氏度，浸泡的时间可维持到10到20分钟。4. 饮食清淡，营养均衡。一日3餐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清淡饮食，那就是对保护血管大有裨益。这里说的清淡饮食，并不是说这不吃那不吃的，而是一种口味偏于清淡、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。每天摄入的食盐量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，每天摄入的油脂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，主要以植物油或者是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可以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，比如鸡蛋、鱼肉、虾等的摄入。每天摄入的蔬菜量应该控制在400克左右。在做饭的时候，应该采取蒸、煮、炖、焖等的烹饪方式，尽量都不要以油炸或者是油煎的食物。在主食的选择上，应该以杂粮为主，适当的减少精致米面的摄入量。每餐吃7分饱，能够有效地保护消化系统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5. 控制好慢性病。人到了一定岁数后，各种的慢性病就会接踵而至了。得了慢性病以后，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还是比较重视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们就容易放下了戒备，甚至是听之任之，而这是比较危险的。其实很多种的慢性病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等，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。如果控制不好这些慢性病，那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血管。要想控制好慢性病，我们除了需要按时吃药以外，还需要注意清淡饮食，戒烟酒，不熬夜，坚持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等。慢性病的控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我们需要长期综合的控制好慢性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